身处分段知识，心存健康之道。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1+1防疫身心理，我是9九。我想问大家你每天睡几个小时呢？很多人以为只要不熬夜，睡得够就算对身体有交代，但是如果睡错，可能会比睡不够更可怕。那有一项最新超过17万名长者的大型研究发现了，如果睡太少，会让慢性肾脏病的风险增加55%，但是如果你睡太多，同样风险会增加41%。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就要带大家来深入了解，睡眠长短真的影响肾脏健康吗？还有，你以为助眠的习惯可能反而伤肾，或者是您家人如果有失眠、夜尿，甚至包括打呼，或者是有情况就是睡很久还是觉得很累，这一集麻烦大家一定要看到节目的最后。好的，今天的直播欢迎观众朋友加入，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是展翔诊所院长，他同时也是星光医院内科专科医生，以及台大医院老年医学科专科医师傅玉祥医师。欢迎傅医师，傅医生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主持人你好。傅医师你好，欢迎您参加今天健康1+1的直播。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谈一个话题，就跟睡眠有关系，同时跟大家很关心的肾脏健康也有关系。那我来谈一谈，最近有一项超过17万名长者的研究，有发现年长者睡太少或者是睡太多，都可能会增加慢性肾脏病的风险。特别是一天只能睡15小时以下的长者，那慢性肾脏病几率增加大约55%。然而，如果睡9小时以上，风险也会增加41%。其实我们都知道，熬夜或睡眠不足对我们身体健康伤害很大，但是没有想到睡太多也会伤肾。傅医师，你怎么看待这个研究呢？这篇研究很有趣，而且非常我们值得观察。原因是这个是 behavioral risk factor 的 surveillance， 是在美国近年做非常大型研究。大家想想看，要追踪17万名，所以它的结果真是非常值得参考的。它是经由美国 CDC 去打电话问这些长者，而且是健康的住院或是住养机构都不算，健康的长者，然后就是打电话去询问说，你目前睡几个小时？你有没有什么慢性病？有没有什么肾脏病？经过这样子漫长的统计，经过3-4年的统计以后，得到一个很棒的结果。那发现特别就是说，睡少的小于6小时组，它的同时发生 CKD 就是慢性肾脏病的比例是高的。那如果睡到小于5小时、6小时，都算是发生几率比较高。睡在8小时左右的时候比较下降，超过8小时组的又开始往上升。但我们要记得，这个是横断面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在2022年到2026年某一个时间点去探测说这位长者是不是睡得少或睡得多，同时有慢性肾脏病，他没有办法直接跟我们解释因果关系。那过去在2022年的时候，英国的 JASN 也有做一个用英国的国家生物资料库 UK 的 Biobank 做的研究，也是一样是一个 U 型的睡眠关系，而且他有发现说短睡眠有比较明确的因果支持，所以不同人种都有发现说，这个睡眠比较短，然后对肾脏病似乎是有关联性的。睡眠比较长的人，似乎也不代表说你睡越久，你多睡1个小时，你的肾脏病发生几率就会变低，似乎是没有这样子。但是我们就回到刚刚那句话，这是不是因果关系？应该不是，这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同时发生的现象。怎么说明呢？比如说我睡更久，有可能代表我睡眠品质差，有可能代表我中间断断续续起来，有可能代表着我已经白天有睡过，晚上起来上厕所好几次，那总体而言才睡到9个小时，因为这在年纪大的老人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所以在这些因素之下，有可能身体本来就比较不健康，而不是短暂比8个小时睡眠的时候，你多睡1个小时你更健康。再第二个，大家一直要有一个概念，我们睡眠是周期我们人类睡眠是周期，它需要进入到快速动眼期，那进入1、2、3期，来让我们大脑得到修复，还有身体得到修复，它从来不是直接线性的加法这样。是，所以其实刚才傅医生您提到，就是不管睡眠长跟短，其实在西方都有大型的研究。那么我们再进一步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对我们肾脏病的健康其实是有这么大的影响的话，那其实刚才有2个研究，包括 UK 包括美国这2个研究都是针对老人的，但是呢有很多上班族平常呢睡得很少，而且放假就会有可能补眠，我想大家都有这个习惯比如说睡到中午，那这样子对这个年轻人或者上班族的肾脏也是一种伤害吗？
是，其实就是我们大家都会说啊，因为累所以会去补眠。那临床上有没有研究补眠？目前没有查到，但平日短睡、假日补眠没有办法直接这样取代哦。我们回到刚刚那句，嗯，睡眠是周期，我们一次睡眠一个周期有可能2到3个小时，进入快速动眼期，然后再回到第一期，经由这样子来身体得到修复，大脑的记忆啊这些得到重置。啊，我今天少1个小时，可不可以隔天用半小时，在大后天用半小时？这样加加减减来补8个小时不行，对人体来讲是不同的事情。那所以平日短睡加补眠是折中的办法，但它绝对没有办法取代一次完整的睡眠。一次完整的睡眠7到8小时没有办法拆成3天，那即使拆成3+3+3也不会取代。所以平日短睡加补眠这形态一定等于是短睡的那个族群。如果我们回到我们刚刚17万人研究的话，你平日短睡，周末记着补眠，你大概还是会落在睡眠比较短，小于5小时的那个族群。是，所以其实平常啊，规律的，而且是就是规律，然后睡的时间差不多的，我觉得不要太短哦，这就是正常。我们讲就是研究报告说要7小时到8小时，所以没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所以我们来看看哦，接下来有一张图卡要来跟观众跟傅医生来讨论，因为这张图呢是常见的一个睡眠问题。那我们想请教傅医师哦，这里面呢，哪些长辈的睡眠状况是您认为一定要稍微留意，也可能是身体有状况，或甚至包括肾脏可能真的会出现问题呢？我们的肾脏其实跟非常非常多东西有关，毕竟它在我们身体里面就是调控各种，比如说尿素啊，或者是一些电解质的平衡，或者是一些药物代谢、排泄的平衡，所以非常多的问题都会导致或是会干扰，会影响到我们肾脏疾病。睡眠不足、失眠、躺很久睡不着，或许就代表着我们有可能交感神经出了问题日夜的这个 circadian rhythm，这个就是日夜的你身体的日夜的生理时钟出现了问题。你的慢性的其他的慢性疾病导致这样的情况，所以睡眠不足、失眠、躺很久睡不着，它背后的那些因素会影响肾脏。长期交感神经过激的人会影响肾脏，它会启动我们身体有一个叫做 RAAS 的系统。简而言之，那是一个我们身体自己调控血压的系统。它过于激化的时候会引起高血压，所以长期失眠人的血压一定是偏高。那在这个状态下，血压偏高，我们进去肾脏的那个血管会倾向收缩。那让我们肾脏得到更少的血液，久而久之就造成慢性肾脏病。这个系统是非常常见于这种长期，比如说长期紧张、焦虑造成高血压的情况，这样子的人得到慢性肾脏病比例是显著上升的。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我们看一下第二题，第二题是看一下，可以念一下所以我们第二题。请表格，对，我们请导播把表格好。我们一天睡很多次，晚上睡，白天也睡，这个在年纪大一点点的病人非常常见。比如说因为晚上睡不好，所以恶性循环，白天也睡，白天睡了以后晚上又好像比较有一点精神，又睡不好，这样的话也是非常好。这个叫做 fragmented 的 sleep，就是破碎化的睡眠。破碎化睡眠就是你的时间感觉加加减减好像有8个小时、有9个小时，但你每一次都没有进入快速动眼期，那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你身体真正得到的修复，还有就是你得到的睡眠的补充，其实不是够的这样子短暂，而且每一次有可能你睡也不是真的很快的进入睡眠期，有可能也是辗转难眠的状态。那第三个的话，夜尿2次以上，这个也非常常见，而且这其实也危险哦。在老年医学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老人家是因为夜尿的关系，然后就是一不小心滑倒，一个小心跌倒，然后就骨盆骨折，然后接着就进入衰弱的这个恶性循环。夜尿是非常常见的一开始的这个 trigger point 一个因子。夜尿常见，男性也非常非常常见，原因很多，攝護腺肿大。我们年纪大，大部分会攝護腺肥大，你没有办法排尿足够的排干净。那或者是你常常吃一些药，在吃抗组织胺，长期吃抗组织胺的，睡前吃1颗，你的泌尿道会收缩，你的尿液会容易滞留，这是药本身的作用，容易夜尿，多跑几次，晚上没看清楚跌了骨折，然后就开始进入恶性循环。那女生的话，有一些比如说泌尿道系统的脱垂，这个也会让你的排尿比较不方便，那也容易造成尿液滞留。晚上夜尿2次以上，常常起来的话，一定要先去做一些检查，包含像是尿液动力学检查。去检视一下有没有多重用药，吃到不必要的抗组织胺，造成尿液滞留，这个是一定要解决。夜尿太多次，其实是对老人家来说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是。那打呼严重的话也是，打呼严重的话，其实睡眠呼吸中止症也是大家很难这几年才比较大家会重视的议题啦。因为打呼严重，有些人就觉得就是
就打呼嘛，那就比较吵一点点而已。但其实它有可能暗示着是后面其他事情，有可能你的舌头往后倒，有可能是你的扁桃腺原本就比较大，有可能是这边鼻部的某个地方的呼吸道是阻塞的，所以造成共振，所以咕咕咕大声。那睡眠呼吸中止症呢，会让我们中间的血氧一直掉，就睡到一半血氧掉，然后你身体又反射惊醒啊，又醒来一下下，那或者是你睡眠又品质变差，然后你血氧掉，那又在入睡，所以等于是你默默的一直被中断睡眠，被中断睡眠，那你不一定知道，但对你身体来讲是有差别的。睡眠呼吸中止症过去很难检查，是因为就是你得去躺在那个睡眠呼吸舱里面。现在这种家用的睡眠呼吸的检测已经简单，甚至有一些像是手表，我们的Apple iWatch 啊，或是手机放在旁边都有 APP 可以验说，哎，你会不会睡到一半突然呼吸终止？所以借由这个方式，我们现在比较有大规模的可以来验说你有没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睡眠呼吸中止症久了也是非常麻烦，它会直接造成高血压，血压值会变高，也是一样，因为你的那个调控血压的这个 RAAS 系统会开始活化，你的交感神经会不自主的在睡眠中间活化，然后再来是你夜间血糖这些都会变高，你的糖尿病会更难控制，血糖有可能会更难控制，所以睡眠呼吸中止症很对你身体各种慢性病都是不好。但是现在比较多方式，光是靠智慧型手机或智慧型手表都可以来做检测，大家可以来看一下。那白天容易打瞌睡，看电视容易睡着，这当然就是要回推到说会不会是你晚上的时候没有睡好，或者是你白天的时候其实又有些睡午觉，然后晚上又睡不好，然后这样子颠颠倒倒下来，让白天醒的时候就是注意力很不集中。那睡很久，早上起来还是很累，这个也是非常老人都有这个主诉，就是我已经躺了9个小时，为什么早上起来还是很累，还是会度咕？那就要确定说，你真的是睡9个小时吗？会不会真的9个小时里面，我们拿睡眠呼吸验，其实用3个小时，你是在很浅眠的状态，其实一直没有深层睡眠？会不会是睡了2个小时以后，睡眠功能发作一下，你其实又没有进入深层睡眠了，又重来了？所以这跟我们的看到的研究一样，睡到9个小时、10个小时以上，这很可能其实是已经发生某些问题。所以我们看似时间有够，但其实那个品质应该不一定好。那当然，那其实下一步有可能大家就会想说，那为什么我们不只去看这些人的睡眠品质的变化呢？我来知道说，他是品质好的9个小时，还是品质差的9个小时？未来一定会有这样的研究，未来一定会有这样的研究。但是现在目前比较少看到，但这个要非常困难，因为你要去贴脑部的这个睡眠呼吸监测，还有胸部的睡眠呼吸监测贴片，或者是用智慧型手机这种方式来看，你是良好的9个小时，还是糟糕睡觉的9个小时？未来应该我们会有这样的研究。嗯，是，我想其实刚才傅医生您提到有好几个重点，就是说包括可能失眠啊或难入睡的问题，或者一天好睡很多次，然后白天睡晚上也睡，或者是上厕所打呼严重啊，白天容易打瞌睡啊，或者是有些人真的看电视的时候就睡着了，或者是睡很久早上起来还是很累，然后睡到半夜啊自动醒来又难入睡，我觉得这都是可能长辈很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包括睡睡醒醒，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傅医师，我们讲到这个睡眠这么多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哪一些是值得长辈一定要特别留意的？哪一种情况呢？我觉得明明睡很久，但是早上起来一直度咕，或者是频繁的夜尿，这2个是我会非常非常先注意的。如果论长辈的话，就是如果硬是要排名，当然每种睡眠品质状好，我们都要去想原因嘛。那在我的临床经验看到这种，明明睡了9个小时、10个小时，早上起来又非常非常累的话，那应该背后有某些原因。那很常见其实是睡眠呼吸中止症没有被诊断到，因为我们陪着家人，你说，其实刚才提到夜尿很多次的这个部分啊，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会不太明白，就是说，包括我们有些观众在问说，那我夜尿几次次数算是比较多的呢？夜尿当然2、3次以上，而且有显著的中断睡眠的话，我们其实就要去做一些检查。原因是因为其实夜尿被诊断出来，比如说我刚刚前面男性最常见的射护腺肿大，女生的话就是有一些泌尿道系统或者是过度使用抗组胺常见或是其他药物，这个只要发现了可以赶快解决，可以很快的解决。射护腺肿大早期赶快用一下泌尿道放松药，那就解决了。那还有就是如果有子宫或是这些脱垂造成泌尿道滞留的话，赶快去做一些相关的处理，也可以很快的解除这个危机。所以
如果夜尿频繁的话，赶快去泌尿科看，或许在很早期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先解决掉。是，我想其实刚才提到夜尿频繁，或者是刚才提到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就像您刚才提到这几年可能真的大家特别重视。我想这个部分，我想未来有机会我们要深深的谈一下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回归到就是关于睡眠跟肾脏的关系，因为对于浅睡或者睡不好的长辈，如果万一我们真的是他们是需要服用安眠药的，那服用安眠药的话，会不会增加肾脏的负担？如果是这样的话，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我们在治疗上当然会有时候，为了方便就是老人家真的睡不着，躺2-3个小时或者在那边欢，那就赶快先开安眠药。但是其实是，真正的失眠治疗的第一步不是直接吃安眠药，不管是美国 CDC 或者是各大医学会建议，第一步治疗睡眠都是 CBT 行为治疗。那行为治疗有点虚幻，简而言之是我们应该先把自己能睡觉的状态调整好。状态，什么叫状态呢？睡前不要做任何刺激性的东西，不要喝刺激性的茶呀、咖啡呀，不要看电视，不要看太嗨的东西。然后我们保持一个身心平稳的状态去睡觉。那这是老生常谈，但其实仔细的在诊间问，很多人都做不到。很多人都是看是，电视，一直看真人节目，看到很嗨嗯，当然睡不好，那这必然，是，这是必然的。那我们要把这个睡眠的卫生，这 sleeping 的 hygiene 先顾好以后，真的还是没办法，我们才用很低剂量的安眠药来帮助睡眠。流程应该是这样子，那只是前面大概前面那一段大部分人都跳过。那我们如果要再做更仔细一点点，其实应该是去直接进行行为治疗，就是会有就是行为治疗师来帮你了解一下，你的睡眠然后就是经过一段时间跟你讨论是不是应该怎么样，或者是你心中是不是有什么焦虑，是不是在担心什么样的事情。那或许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失眠这个问题先解除，而不是一开始就使用药物。药物虽然比较方便，但其实它一直都不是一个大家建议治疗失眠的首选。大家都觉得失眠就是首选，就是先找一个药物，但其实不是。各大医学会建议都不是首先用安眠药，都是失眠的行为治疗，还有保持好你睡眠的良好习惯，这才是第一步。是，我想失眠认知行为治疗，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吃安眠药之前，你可能可以试试看您是否合适。那如果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问题，如果呢长辈真的是需要吃安眠药的话，您有哪些就是对于长辈的一些建议呢？有。年纪大的人用安眠药其实要更小心，要更小心。原因是因为就是我们会面临的副作用更多。同样年轻人跟同样60多岁的老人家吃安眠药，对我们老年医学科来考量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你有可能是，吃这种长效型的Urodin 好了，优乐丁类的药，在台湾很常见。有可能年轻人就一觉到天明，老人家会起来昏昏欲睡，然后就是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就滑倒就跌倒，下个月就住院，这超级常见的。那我们安眠的药物不会直接伤肾，我们不是担心吃了以后它那颗药把伤肾掉，而是它相关的副作用，比如说它会不会让你就是其实没有进入深度睡眠。那史蒂诺斯这类 Z drug 会造成老人家比较容易梦游白日梦，还有一些清醒梦这种特殊的状况，老人家更常见就是会吃了一些特殊的安眠药，史蒂诺斯类，然后造成他梦游起来自己开门走出家门都有，这些副作用是要常见。然后再来是不是吃了这些药物以后，你的夜尿次数有真的减少，或者是其他的时候夜尿的时候起来昏昏沉沉，然后造成跌倒或者是撞到。那如果是单论说这药物会不会造成肾脏破坏的话，其实没有。我们常见的像美国比较常可以吃的 melatonin 这种褪黑激素，褪黑激素不会直接在肝肾功能代谢，所以它不会直接伤害到肾。史蒂诺斯我刚刚讲的 Z drug 也是全世界非常风靡的这种帮助入眠药，它也不会直接伤到肾，但都是它造成的白日梦或是梦游的状态，对老人家造成后续的影响。我们是怕这个。是，然后还有哪一些特别是需要注意？比如说因为有不少人就是喜欢睡前可能会喝一点酒来助眠，那这个部分呢，是不是也对肾脏也会造成比较大的负担？对，酒精就有证据是直接证明酒精对肾可以直接伤害，就跟药物不一样。是，所以如果硬要选一个，要吃药还是喝酒，如果今天是一个残酷2选1，硬要选一个的话，我会选吃药。
哦，我会选吃药。如果硬酒要选的精反而是话，更伤，酒对吧？精会更伤，没错没错，酒精会更伤。第一个，而且酒精嗯很可能没有达成效果，就是酒精是增加入睡，但是是，减少睡眠深度，它减少 嗯 REM 的深度，就是它会减少我们是快速动眼期深度，所以你更有可能发生喝酒了以后，那反而睡起来还是很累，这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那酒精是是增加昏昏欲睡那个入眠的那一顿，但是没有增加后面你真正可以得到这种心灵富足、这种深度睡眠的时间，反而会减少。那再来是酒精，就是半夜容易起来，睡得更浅，它会恢复性更差。然后再来就是它对身体本来就真的不好。酒精即使你不拿入眠，你每天喝、长期喝，都是对肾脏或是你的心血管疾病啊、你的胆固醇啊、你的肝脏都有慢性的损伤的。所以如果硬要选的话，如果今天真的是没办法要选的话，那要选药跟酒，要选药，而不是酒。是，不过其实傅医生，我们刚才提到酒精跟药啊，就是安眠药的一些问题，有很多人他可能在不自觉的，他觉得哎呀，我喝酒又睡不着，这样子我来补一个安眠药好了，这样是不是加重这个睡眠的，就是快速的睡眠？那如果万一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会对身体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呢？没错，这要非常小心。就是我们酒精跟嗯，其他的助眠药，这个对以常见的 BCD 类的药物啊，加上酒精的话，是有可能会变深度的昏迷这样子，就是要非常小心。哇，这两个是有可能加成的，嗯，它不会简单的1+1，不会说啊我睡眠是如果原本喝酒是1，然后就吃药是1，两个加起来有可能会变3或4的让你就是变成半昏睡的状态。那同时一样，因为你喝酒下去，你即使感觉很快睡了。你也不一定真的是睡得很好，你睡了很久，但有可能起来还是很累，还是很昏，所以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其实酒是精没有任何对睡眠的优点，是。没有任何对睡眠优点。是，其实傅医生，我们刚才提到喝酒，然后助眠，或者是吃安眠药助眠。我记得前不久，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台湾一个女艺人叫方文琳，然后她就是希望她，因为她就说她自己有睡眠的一些问题，所以她用高浓度的酒精，比如说她没有喝多，也是喝一杯啊，喝一杯之后呢，她就会觉得她自己比较好睡。可是她也提到说，可是喝了酒之后，她可能睡眠品质也变得不好，但是她已经变成长期依赖了。而且就造成他有可能的就是咽喉癌的前期嘛。那我就记得这件事情特别的要注意提醒一下我们的长辈，如果你有这个喝酒的习惯或者用酒助眠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尽量可以就是转换，我们可以去做一下调整，到底是怎么样让我们的睡眠出现影响，或让我们睡眠品质出现下降，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调整之后，比如说睡眠认知的一些调理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睡眠真的是从内而外来去做一些调整，我觉得会比就是你用外在的因素让你睡眠更好一些。那另外呢，如果说睡眠加上就是刚才提到的用酒精来助眠，或者是说我们用这个睡眠时间过长的话，然后这样子对我们的肾脏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用药物或者是用酒精，对我们的肾脏也会造成相对的影响吗？会，对对，就是刚刚有提到我嗯，们喝酒本身就是伤肾，就不管你是，是为了睡眠，还是为了开心，还是为了舒压，喝酒精本身嗯，就伤肾，这非常非常多研究，30、40年前就已经证明这件事。大家有可能有听过说啊，我们每天上限不能超过多少？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说，哎，那是，男生不能超过1个 pint 的啤酒？那个研究是指超过那个会更危险。酒嗯，精喝一点点没有好处，就大家就是这个我会讲，就是因为长辈常问说，哎，那我每天不是说，哎，喝就是一杯啤酒这样喝一杯，子，OK，那容许值不代表会变健康哦，容许值是你喝嗯，超过那个你会有更大的麻烦，那你喝了还是不好，而不是喝了哎没事，不是，是喝超过那个你会大麻烦，但是喝超过一点点，你还是有一点麻烦，还是对肾脏不好，只要有酒精对肾脏不好。前几年前有国外做那个什么红酒喝了以后对身体好的那研究，后面证明其实是它里面的儿茶酚胺跟其他红酒的酵素跟酒精一点关系都没有。所有做过酒精研究，绝大部分都可以证明，只要有喝，只要有一点点，对身体都是负面影响，没有太多好的影响。是，我想这个研究真的很重要，包括您刚刚提到儿茶素，我们可以从喝绿茶里面去摄取，或者其他的食物里面去摄取，不一吃定是酒。没错，对，红葡萄就可以了。对，对，吃红葡萄也可以，红葡所以反而萄就可以了。对我们
是，所以对我们的健康反而是有好的影响。其实我前一阵子去上的哈佛医学院的这个营养课程，那其实也提到，就是说过去是建议说大家可以喝1杯啊，但是后来其实有加重补充一下说，如果你没有喝酒，建议1杯都不要喝，所以对，不喝酒反没错，而是对身体是更好的。就是能不要喝就不要喝，不是喝一杯 是。OK 这样，能不要那我可以请教一下傅医师，您在临床上，因为你有老人医学专科的这个执证，而且是您在台大医院来就是帮助病人，那我可以请教一下，在你临床上有没有像这样子的一些年纪长的长辈，然后他们可能就是这样子的饮酒习惯，后来调整好了，他身体反而健康了呢？有。那甚至我嗯，看到说，在台湾有人就是喝高粱来助眠，然后越喝越是，久，那个就其实要去转介去戒酒门诊，因为酒精是会成瘾的，就是你喝个5年10年，然后你就是又喝高浓度这种的话，你有可能会成瘾，你不喝你会浑身不对劲，到那个时候就我们有可能得用一些药物，还有其他一些咨商啊，其他的方式来帮你戒酒，酒精是会成瘾的，那跟安眠药不一样的地方。那所以我在临床上有看到，就是看到那种台湾喝烈酒来助眠的，那个就是要转介去戒酒中心来做后续处理。是，那么我们再回到一个问题，我们刚好现在线上的观众也在提问说，哎，睡眠真的是很重要。那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睡眠跟保护好肾脏，那么我还是请教一下傅医师，傅医生您会建议在睡眠做到哪一些事情？然后比如说我们先讲保护好肾脏，保护好肾脏你会建议做哪些事情？然后睡眠做好哪件事情，有哪一个习惯是很重要的呢？我们睡眠，我们要保护好肾脏，睡眠做好哪些事嗯，情，其实就是认知行为治疗要做的事情。我们要让我们是，自己成为一个成功的睡眠者。这听起来很奇怪，我也是觉得很奇怪。但这句是出自于 Netflix 有一个就是长寿的一个秘密。最近 Netflix 有嗯，讲一个 billionaire，他就讲说他怎么样保持健康什么的。他里面就一直讲他很专注于让自己好睡觉。然后好睡觉这件事情听起来很虚幻，我也觉得很虚幻，但其实很多都是有迹可循的。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在真正放松的状态下，我们睡前是不是一直在滑手机，还是一直光刺激，一直逼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们的大脑系统对外面都在做反应，还是已经让他已经暗示到他说，哎，我已经要准备睡眠。我们是不是有固定的就是一个仪式感，就是说，哎，我躺上床就是要睡觉，而不是每天赖在床上躺躺醒醒。这是对你自己的身体的一个暗示。我躺上床，我灯光暗掉，我要睡觉。我们有没有把这些做齐？那我们是不是有在睡的时候尽量不要一直在就是高强度的工作或者一直想的事情来干扰我们后续睡眠？我们晚上不要喝咖啡，或者不要喝任何有茶啊这些的。那我们的酒精啊这些是不是都有避免？都这些做好以后，那就是其实睡眠大部分很多人都可以改善蛮多的。是，我想其实睡眠真的是很重要，然后肾脏健康也很重要。所以今天呢，其实不管你如何，你是想要保护好肾脏，或者是希望你的睡眠品质更好的话，我想今天这集的节目真的是相当重要。刚才有我们网上的观众留言啊，李先生他说，哎，他是一觉到天亮的大地震都摇不醒，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好，恭喜你，因为睡非常好。眠真的是长寿一个很重要的，保护好肾脏啊，或者是说，所以那最后我还是请教一下傅医师，因为我们讲说保护好肾脏嘛，然后跟睡眠的关联，那你最后可不可以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呢？就是说，到底睡眠跟我们的肾脏到底它的关联性是怎么样？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到底要睡多少比较好呢？我们正常就是在不嗯，管是美国 CDC 或是其他医学都建议大概7到8小时，这是我们人类平是，均大概符合我们睡眠时钟的。但其实也不要一直想说我自己睡几个小时，我们大概定好闹钟，大概7、8个小时醒来。那我们就是睡前把刚刚讲的那些东西都做到，我们就是良好的睡眠卫生，不要过度刺激，不要靠酒精，不要靠其他的东西。那睡眠，然后再加上不要过度的服药，不要过度的依赖药物。那没有必要的多重药物，或者你帮长辈看一下是不是某些干扰药物的抗慢性的组织胺啊，或者是没有必要的药物都拿掉，那就是把慢性处方先整合好，那来让肾脏还有睡眠都可以得到就是充分的修复还有保护它。那我们嗯，肾脏的慢性疾病有点像是一个结果，好多东西都会影响到肾脏慢性疾病，睡不好啊，你吃太多药啊，
发炎啊，常常乱吃抗生素啊，那喝酒喝太多，这些都会影响慢性肾脏病。但其实慢性肾脏是一个非常非常我们需要特别去关注它的。第一个，肾脏发炎的时候，你大概感觉不出来。慢性肾脏病前期你在掉的时候，你要去抽血才感觉出来。你肾脏在开始变差的时候，你是没有任何感觉的。但肾脏又那么重要，它到后面都开始破坏的时候，我们其实只能守住它，它不太能再恢复回来了。它跟我们好多生理机能，它肾脏坏掉后，你要洗肾，你的血糖会崩溃，你会有尿酸的问题，你的血压也会非常非常高。所以肾脏是一个非常有点就是无声的器官，但是如果你没有好好保护它，它在你人生往后面会给你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那所以睡眠是影响肾脏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你睡眠睡不好的话，就是对肾脏一直有迫害，一直有压力，所以这个至少要先守好。是，好，我想其实呢，包括刚才傅医生的解说，还有其实过去钟医生也提到说，肾脏的健康跟我们长寿也很有关系。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是要保护好肾脏，睡眠真的是相当重要的。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傅医师的精彩解说，谢谢傅医师，谢谢，谢谢，感谢大家。谢谢。我想其实刚才傅医师的解说提到，保护好肾脏真的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睡得刚刚好，睡得规律，甚至睡得有品质。那另外还是真的要提醒大家，真的不要用酒精来帮助入眠，也不要长期依赖安眠药，却没有找出真正的失眠的原因。好，另外如果您发现您自己或者是包括家人有夜尿频繁啊，或者是严重打呼，甚至包括白天嗜睡，长期睡不好，记得应该进一步的检查，包括肾功能，还有血压跟代谢的情况，这样保持好我们的健康。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收看，记得联系前还是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